不知不覺間，又到了小鳥繁殖的季節了。這兩天，二驢總在找材料。每一次它把材料掉到這個位置的時候，總覺得哪裡不對勁。因為我把它的罐子給堵起來了，所以說它已經找不到回家的门了。但是因为它做窩已经做好幾年了，所以它条件反射的每一次都會把材料掉到這個位置。關鍵也沒有母八哥，天天建房子有什麼意義呢？這幾天我發現有一隻野八哥天天過來找他，但是他好像一點興趣都沒有。他最大的興趣現在就是到處搜刮材料去做窩。所以說他單身了這麼多年，你們應該理解吧？建房子娶媳婦兒，這個思想是對的，但是送來的緣分你也不能拒之門外呀。我思來想去，還是覺得應該把他的罐子給恢復，讓他自由發展，隨他去了。幾個月沒有用，罐子上的蜘蛛網都已經這麼多了，而且這個位置這個蜘蛛網很像一張臉，看起來奇奇怪怪的。這裡的蜘蛛網更多，現在給它恢復了，然後把蜘蛛網全部擦乾淨，它就可以繼續做窩了。在我的一頓操作下，罐子已經恢復如初，而且裡面我還給它墊了一點草，外面給它放了一個小恐龍，這樣它就不會孤單了。罐子封閉的時間有點久了，然後現在它自己都有點不適應，覺得這一切可能不是真的。它在周邊不停地試探這個罐子的真實性。經過它的反覆觀察，它確認安全之後就進窩了。我給它搞的草，它不是特別喜歡，它已經扯出了好幾根草了，我這就有點屬於畫蛇添足了。所以說還是把這些草給扯出來吧，剩下的讓它自己忙吧。几點了？貝貝乖，笑一。哼，你還挺高興的，開始說話了。這裡又飛來兩隻八哥，這個季節八哥也要開始築巢了，也就是他做了好幾年的窩，也不知道帶一隻回來。哎，稍微熟悉了一會兒，他對這個罐子的感情完全找回來了。現在已經在頻繁地進出這個罐子，下一步就會到處搜刮材料來做窩。但是並沒什麼用，關鍵是他今天也不咬我，可能他今天的重心在這個罐子上，咬我的這個事兒已經忘了。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不養一隻母八哥，然後給他們配對，我覺得沒必要。去年那隻小八哥就是母的，最後野化之後放生了。二驢和貝貝實在是放不了，不然的話早都給他們放生了。好了，罐子已經給你恢復了，你就慢慢品味這種感覺吧。這個草暫時就先放到這裡，如果你需要材料，你就拿去用。明天如果還沒有用，我就拿去給其他小動物當窩了。再見了。不知不覺間，又到了小鳥繁殖的季節了。這兩天，二驢總在找材料。每一次它把材料掉到這個位置的時候，總覺得哪裡不對勁。因為我把它的罐子給堵起來了，所以說它已經找不到回家的門了。但是因為它做窩已經做好幾年了，所以它條件反射的每一次都會把材料掉到這個位置。關鍵也沒有母八哥，天天建房子有什麼意義呢？這幾天我發現有一隻野八哥天天過來找他，但是他好像一點興趣都沒有。他最大的興趣現在就是到處搜刮材料去做窩。所以說他單身了這麼多年，你們應該理解吧？建房子娶媳婦兒，這個思想是對的，但是送來的緣分你也不能拒之門外呀。我思來想去，還是覺得應該把他的罐子給恢復，讓他自由發展，隨他去了。幾個月沒有用，罐子上的蜘蛛網都已經這麼多了，而且這個位置這個蜘蛛網很像一張臉，看起來奇奇怪怪的。這裡的蜘蛛網更多，現在給它恢復了，然後把蜘蛛網全部擦乾淨，它就可以繼續做窩了。在我的一頓操作下，罐子已經恢復如初，而且裡面我還給它墊了一點草，外面給它放了一個小恐龍，這樣它就不會孤單了。罐子封閉的時間有點久了，然後现在它自己都有點不適應，覺得這一切可能不是真的。它在周邊不停地試探這個罐子的真實性。經過它的反覆觀察，它確認安全之後就進窩了。我給它搞的草，它不是特別喜歡，它已經扯出了好幾根草了，我這就有點屬於畫蛇添足了。所以說還是把這些草給扯出來吧，剩下的讓它自己忙吧。
几點了？貝貝乖，笑一。哼，你還挺高興的，開始說話了。這裡又飛來2隻八哥，這個季節八哥也要開始築巢了，也就是它做了好幾年的窩，也不知道帶一隻回來。哎，稍微熟悉了一會兒，它對這個罐子的感情完全找回來了。現在已經在頻繁地進出這個罐子，下一步就會到處搜刮材料來做窩，但是並沒什麼用。關鍵是它今天也不咬我，可能它今天的重心在這個罐子上，咬我的這個事兒已經忘了。很多人都問我為什麼不養一只母八哥，然後給他們配對，我覺得沒必要。去年那只小八哥就是母的，最後野化之後放生了。二驢和貝貝實在是放不了，不然的話早都給他們放生了。好了，罐子已经給你恢复了，你就慢慢品味這種感覺吧。這個草暫時就先放到這裡，如果你需要材料，你就拿去用。明天如果還沒有用，我就拿去給其他小動物當窩了。再見了。就今天早上，鸡和鸡之間已經發生了好幾場戰鬥了。完了，這只小雞要輸了，誰先動誰輸了，馬上就要逃跑。對面的也是一只小公雞，所以氣勢上不能輸，是吧？這只小雞逃跑了，但是很明顯，這只雞它並不認輸，所以說它又發起了主動攻擊。沒想到對方直接派出了3只小雞，所以說這一次它會被打到它姥姥都不認識它，這樣也挺好的，終於讓它知道了雞圈險惡，不然的話以後出去的以為自己誰都打得過，碰到真正的敵人它不知進退，可能一下就失去了生命。好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我們也要適当的干預一下。剛把那一群小雞給趕走，它好像覺得自己又行了，又開始追小雞。這小母雞有點怕它，就是那2只小公雞特別兇，它根本就打不過。現在6只小雞已經匯合到一起去了，現在就不要去了啊，去了肯定要挨打。我勸你們不要太過分了啊，不然的話養個2年半，肯定要把你們都給煲湯了。你也不要去追了啊，可能是今天早上剛剛下了一場雨，然後現在天晴了，這幫小動物都特別激動，高興得很呢。剛說完就開始了，閉嘴！這玩意兒的叫聲，你要是就站在它旁邊的話，那個穿透力還是挺強的，聲音特別大。這到底是多高興呢？就這個樣子的，嘴巴都沒停。終於停了，這雞好肥呀。好了，你可以繼續出去玩了。話說這只雞今天出門不利呀，剛換了一個地方就碰到了一只象徵和平的鴿子，還好我在這裡阻擋這只鴿子99%的攻擊，幾只鴨子都不是它的對手，別說這只小雞了。你們不要看它是一只鴿子，它的塊頭和鴨子差不多，所以說鴨子都打不過它，特別彪悍。還好母鴿子下班時間到了，及時救場，現在換公鴿子去孵蛋去了。小雞這一次學聰明了，飛到樹上來了，飛行能力不是很強，但是上個樹還是小意思啊。估計馬上又要開叫了，特別高興。現在一天起碼要叫好幾十次，耳朵都有點招架不住了。又開始了。他在樹上玩了一會兒，就直接飛到別人油菜地裡面去了。剛剛在鏡頭上面晃了一下，又鑽進去了。不過這一塊油菜地離家特別近，他玩一會兒應該知道自己回去，問題不大，只要是沒有貓抓他。又開始了，只能聽到他在裡面叫，但是看不到在哪裡。這一天要叫幾百遍了。我在這裡刷了半個多小時的手機，這個小伙子終於出來了。看他這個腳還有嘴巴，就讓他在這裡自己玩一會兒吧，總要學會獨立。等2個小時，如果我還沒有回來，我再來找他。走了。就今天早上，鸡和雞之間已經發生了好幾場戰鬥了。完了，這只小雞要輸了，誰先動誰輸了，馬上就要逃跑。對面的也是一只小公雞，所以氣勢上不能輸，是吧？這只小雞逃跑了，但是很明顯，這只雞它並不認輸，所以說它又發起了主動攻擊。沒想到對方直接派出了3只小雞，所以說這一次它會被打到它姥姥都不認識它，這樣也挺好的，終於讓它知道了雞圈險惡，
不然的話以後出去的以為自己誰都打得過，碰到真正的敵人，他不知進退，可能一下就失去了生命。好，差不多就行了，我們也要適當的干預一下。剛把那一群小雞給趕走，他好像覺得自己又行了，又開始追小雞。這小母雞有點怕他，就是那2隻小公雞特別兇，他根本就打不過。現在6隻小雞已經匯合到一起去了，現在就不要去了啊，去了肯定要挨打。我勸你們不要太過分了啊，不然的話養個2年半，肯定要把你們都給煲湯了。你也不要去追的啊，可能是今天早上刚刚下了一場雨，然後現在天晴了，這幫小動物都特別激動，高興得很呢。剛說完就開始了。閉嘴！這玩意兒的叫聲，你要是就站在它旁邊的話，那個穿透力還是挺強的，聲音特別大。這到底是多高興呢？就這個樣子的，嘴巴都沒停。終於停了。這雞好肥呀！好了，你可以繼續出去玩了。話說這只雞今天出門不利呀。剛換了個地方，就碰到了一隻象徵和平的鴿子。還好我在這裡阻擋這隻鴿子99%的攻擊，幾隻鴨子都不是它的對手，別說這隻小雞了。你們不要看它是一隻鴿子，它的塊頭和鴨子差不多，所以說鴨子都打不過它，特別彪悍。還好母鴿子下班時間到了，及時救場，現在換公鴿子去孵蛋去了。小雞這一次學聰明了，飛到樹上來的，飛行能力不是很強，但是上個樹還是小意思的。估計馬上又要開叫了，特別高興。現在一天起碼要叫好幾十次，耳朵都有點招架不住了。又開始了。他在樹上玩了一會兒，就直接飛到別人油菜地裡面去了。剛剛在鏡頭上面晃了一下，又鑽進去了。不過這一塊油菜地離家特別近，他玩一會兒應該知道自己回去，問題不大，只要是沒有貓抓他。又開始了，只能聽到他在裡面叫，但是看不到在哪裡。這一天要叫幾百遍了。我在這裡刷了半個多小時的手機，這個小伙子終於出來了。看他這個腳還有嘴巴，就讓他在這裡自己玩一會兒吧。總要學會獨立。等2個小時，如果我還沒有回來，我再來找他。走了。小兄弟，這麼好的天氣，你站這裡發什麼呆呀？你是誰？你猜我是誰？我是你大爺。你答出那一種我想打死你又捨不得的感覺。謝謝。你說這家伙不懂禮貌吧？還挺懂的。你說他懂禮貌吧？總覺得他哪裡有點不對勁。這麼好的天氣，不找材料做窩？剛說完，不到一會兒他就去找材料了。你們知道找的啥嗎？他居然在菜地裡面瞅我種的蔥。這玩意兒能當材料嗎？吃還可以吧？誒，他還真吃了嘞！不許再偷我的蔥了啊！聽到沒有？哎呦，嚇我一跳！這家伙做窩的材料哪裡不是啊？看我去給你找一點新鮮的，直接來鴿兄的窩裡面借一根，它不香嗎？這鴿子應該是下蛋了，看一下，下2枚。再見了，鴿兄，等一會兒還給你。這材料應該沒啥問題啊，咬我幹啥呀？這真是這幫動物能咬我的時候，絕對不會錯過機會。我勸你趕緊走，這鴿兄我都怕。今天這天氣好，他還挺喜歡說話的。我搶過來的材料，他是一點興趣都沒有啊。看來這個材料可以還給鴿兄了。這二驢好高冷呢。終於開始在幹正事兒，雕草做窩了。等一會兒他出來，我來問他一個問題啊，你們聽着。我是誰？你是誰？对，我是誰呀？不理我嘞。我是小巴巴，你是誰？他現在有的時候不說他是大爺了。你是誰？我是你大爺。我是小八哥。我是小巴巴。這小伙子今天還可以哦，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，說八哥就說八哥，說大爺就說大爺，表現不錯。幾點了，巴巴？
阿比，贝贝乖，下一个。是。快上车，回学机解释了。我发现他今天说话，要麼一直說，要麼中間就間隔幾十秒，你不愛說話，又冒出一句，一直都是這個樣子。丘比山上騎，我的小寶貝，開挖掘機了，天天我的言語，爸爸，爸爸，丘比山上騎，常有車女，車女，車女。哎呦，車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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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秋名山上行人稀。常有車女，車女，車女，車女。秋名山上行人稀。常有車女，車女，車女，車女。秋名山上行人稀。常有車女，車女，車女。卡殼了是吧？求得漢七山，七山。七切垂垂。我覺得整體來說，他今天說話已經盡力了啊，還可以表現，好像就差喊救命了啊！抓住！哎呦，他還咬我嘞！第三季國門出海，回學機。抵制日貨，抵制日貨。完了，這小子是不是已經忘了喊救命了？喊個救命啊！快上車，回學機解釋了。喊不喊救命？喊不喊救命？救命啊！喊個救命啊，小伙子！救命啊！哎，終於喊了，不容易啊你，不容易啊你啊！哇，咬人好痛啊！我手都快晃斷了，他終於說了幾句救命，可以了。就這表現，怎麼說我今天也要在我家洗浴中心給他買個一條龍服務。起床，開挖掘機了。走了，小伙子，一條龍為你服務。話說恐龍也是龍，沒毛病吧？今天我就化身金牌技師，親自給他洗澡。有沒有感覺他今天洗得特別開心？就這待遇，你可以吹一輩子。哎，怎麼還咬人呢？要不是怕你投訴我，高低今天我再教育教育你。算了吧，你的服務到此結束，再見。小兄弟，這麼好的天氣，你站這裡發什麼呆呀？你是誰？你猜我是誰？我是你大爺。你答出那一種我想打死你又捨不得的感覺。謝謝。你說這家伙不懂禮貌吧？還挺懂的。你說他懂禮貌吧？總覺得他哪裡有點不對勁。這麼好的天氣，不找材料做窩。剛說完，不到一會兒，他就去找材料了。你們知道找的啥嗎？他居然在菜地裡面瞅我種的蔥。這玩意兒能當材料嗎？吃還可以吧？誒，他還真吃了嘞！不許再偷我的蔥了啊！聽到沒有？哎呦，嚇我一跳！這家伙，做窩的材料哪裡不是啊？看我去給你找一點新鮮的，直接來哥兄的窩裡面借一根，它不香嗎？這鴿子應該是下蛋了，看一下，下2枚。再見了，哥兄，等一會兒還給你。嗯，這材料應該沒啥問題啊，咬我幹啥呀？這真是這幫動物能咬我的時候，絕對不會錯過機會。我勸你趕緊走，這哥兄我都怕。今天這天氣好，他還挺喜歡說話的。我搶過來的材料，他是一點興趣都沒有啊。看來這個材料可以還給哥兄了。這二驢好高冷呢。終於開始在幹正事兒，雕草做窩了。等一會兒他出來，我來問他一個問題啊，你們聽着。我是誰？你是誰？對，我是誰呀？不理我嘞。我是小巴巴，你是誰？他現在有的時候不說他是大爺了。你是誰？我是你大爺。我是小八哥。我是小巴巴。這小伙子今天還可以哦，讓他說什麼就說什麼，說八哥就說八哥，說大爺就說大爺，表現不錯。幾點了？8點，貝貝乖，下一個。
成文學家解釋了。我發現他今天說話，要麼一直說，要麼中間就間隔幾十秒，我不會說話，又冒出一句，一直都是這個樣子。秋名山上騎，我的小寶貝，開挖掘機了，天天我的言語，爸爸，爸爸，秋名山上騎，常有秋名山上行人稀。秋名山上行人稀。秋名山上行人稀。卡壳了是吧？求得武汉7373，父母7777。我觉得整体来说，他今天说話已經盡力了啊，還可以表現，好像就差喊救命了啊！抓住！哎呦，他還咬我嘞！第3屆华北出海文學家，抵制日货，抵制日貨。完了，這小子是不是已經忘了喊救命了？喊個救命啊！快上車，文學家解釋了。喊不喊救命？喊不喊救命？救命了！喊個救命啊，小伙子！救命了！哎，終於喊了，不容易啊你，不容易啊你啊！哇，咬人好痛啊！我手都快晃斷了，他終於說了幾句救命，可以了。就這表現，怎麼說我今天也要在我家洗浴中心給他來個一條龍服務。起床，開挖掘機了。走了，小伙子，一條龍為你服務。話說恐龍也是龍，沒毛病吧？今天我就化身金牌技師，親自給他洗澡。有沒有感覺他今天洗得特別開心？就這待遇，你可以吹一輩子。哎，怎麼還咬人呢？要不是怕你投訴我，高低今天我都要教育教育你。算了吧，你的服務到此結束，再見。兄弟們，我以前一直覺得我家這一隻鴿子大概率是一隻公的，後來從它各方面的行為舉止，我慢慢的發現它應該是一隻母鴿子。這2天把它給放出來，我發現它到處在叼材料，但是每一次也不知道它材料叼到哪裡去了。主要是你說你這單身哥對象都沒有，你做我幹啥呀？完全沒有意義呀！就在今天早上，我來看鴿子的時候，我發現它趴在這裡，而且肚子下面還有一枚蛋。這個蛋下的就有點草率了啊，隨便找了個位置就下蛋。主要就它一隻母鴿子，這蛋肯定沒受精呢。所以說我決定把這個蛋煮着吃了。一直說要實現吃鴿子蛋的自由，其實就是一句玩笑話。每一次鴿子下蛋都讓它們自己孵化了，這一次沒有受精，那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吃了。看起來這只母鴿子對這個蛋還有點不捨嘞，孵蛋特別辛苦，剩下的就交給我吧。洗乾淨直接下鍋，吃了一口，味道是真的不錯。這也就是沒受精的蛋，有機會吃一下，不然的話還是給它們自己孵化了。我剛剛在地上又撿了一顆蛋，可惜破了，應該也是它下的。鴿子一次下2枚蛋，中間會間隔1天。今天就讓這顆蛋來見一下它的爺爺奶奶，那一隻母鴿子就是他們倆的孩子。知道這顆蛋沒用了啊，乾脆把它吃了，補充一下營養，也挺不錯的。湯窩裡面還有2顆正常受精的蛋，讓它們孵化小鴿子吧。你要加油啊，要學會自己拐個鴿子回來，或者被其他的鴿子給拐跑，這樣我不就能省點鴿糧了嗎？你還挺享受的是吧？來，給你捏一下脖子。好了，自己去玩，再見。兄弟們，我以前一直覺得我家這一隻鴿子大概率是一隻公的，後來從它各方面的行為舉止，我慢慢的發現它應該是一隻母鴿子。這2天把它給放出來，我發現它到處在叼材料，
但是每一次也不知道它材料掉到哪裡去了。主要是你说你这单身哥对象都没有，你做窝干啥呀？完全没有意义呀！就在今天早上，我来看鸽子的时候，我发现它趴在这裡，而且肚子下面還有一枚蛋。这個蛋下的就有點草率了啊，隨便找了個位置就下蛋。主要就它一隻母鴿子，這蛋肯定沒受精呢。所以說我決定把這個蛋煮着吃了。一直說要實現吃鴿子蛋的自由，其實就是一句玩笑話。每一次鴿子下蛋都讓它們自己孵化了，這一次沒有受精，那我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吃了。看起來這隻母鴿子對這個蛋還有點不捨嘞，孵蛋特別辛苦，剩下的就交給我吧。洗乾淨直接下鍋，吃了一口，味道是真的不錯。這也就是沒受精的蛋，有機會吃一下，不然的話還是給它們自己孵化了。我剛剛在地上又撿了一顆蛋，可惜破了，應該也是它下的。鴿子一次下2枚蛋，中間會間隔1天。今天就讓這顆蛋來見一下它的爺爺奶奶，那一隻母鴿子就是他們倆的孩子。知道這顆蛋沒用了啊，乾脆把它吃了，補充一下營養，也挺不錯的。湯窩裡面還有2顆正常受精的蛋，讓它們孵化小鴿子吧。你要加油啊，要學會自己拐個鴿子回來，或者被其他的鴿子給拐跑，這樣我不就能省點鴿糧了嗎？你還挺享受的是吧？來，給你捏一下脖子。好了，自己去玩，再見。好久沒有管理我的菜地了，今天準備把這一塊白菜全部給砍了，已經沒啥用了。現在唯一的用處可能就是給這幫蜜蜂採蜜了，可惜我要種其他的菜，等不了了。菜葉上面還躲了2隻小蝸牛，等一會兒把它們放到別的地方去。這2隻鴨子是真煩人啊，一直在這裡追着咬我，趕緊滾吧，趕緊走。這一塊白菜全部搞定，砍了這麼多，我準備把這些白菜葉全部曬乾，沒有水分的餵兔子也挺不錯的。先給它們少搞一點，嘗一下味道。我們要科學養兔，有水分的最好不要給它們吃，所以我要曬乾，全部搬到這個小平台上面，等到水分曬乾就把它們收起来。這裡還有一個小蝸牛嘞，給你放到這個位置，自己回家吧。都說蝸牛的速度很慢，我在這裡觀察了一會兒，的確是很慢。看到一隻貓上來了，這些菜你也不喜歡吃，別搗亂哦。這鼻子咋了？被其他貓給打的吧？這隻貓躺在這裡曬太陽嘞，看起來就很舒服。怎麼能把小雞給忘了呢？剁點白菜葉加飼料餵小雞。全部搞定，然後用小雞飼料拌一下，營養又省錢。用手抓均勻，小雞一天的飼料有着落了。這群小雞現在還有6隻，我計劃自己養2到3隻。現在看它們一個個的都眉清目秀的，捨不得送人了。到時候再看吧，預計最多只會養3隻。好久沒有管理我的菜地了，今天準備把這一塊白菜全部給砍了，已經沒啥用了。現在唯一的用處可能就是給這幫蜜蜂採蜜了，可惜我要種其他的菜，等不了了。
菜葉上面還躲2隻小蝸牛，等一會兒把它們放到別的地方去。这2只鴨子是真煩人啊，一直在這裡追着咬我，趕緊滾吧，趕緊走。這一塊白菜全部搞定，砍了這麼多，我準備把這些白菜葉全部曬乾，沒有水分的餵兔子也挺不錯的。先給它們少搞一點，嘗一下味道。我們要科學養兔，有水分的最好不要給它們吃，所以我要曬乾，全部搬到這個小平台上面，等到水分曬乾就把它們收起來。這裡還有一個小蝸牛嘞，給你放到這個位置，自己回家吧。都說蝸牛的速度很慢，我在這裡觀察了一會兒，的確是很慢。看到一隻貓上來了，這些菜你也不喜歡吃，別搗亂哦。這鼻子咋了？被其他貓給打的吧？這隻貓躺在這裡曬太陽嘞，看起來就很舒服。怎麼能把小雞給忘了呢？剁點白菜葉加飼料餵小雞。全部搞定，然後用小鸡饲料拌一下，營養又省錢。用手抓均勻，小雞1天的飼料有着落了。這群小雞現在還有6隻，我計劃自己養2到3隻。現在看它們一個個的都眉清目秀的，捨不得送人吶。到時候再看吧，預計最多只會養3隻。